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本频道主打多人有声故事，我是本期的女主角陈昭，我是陈昭的老公林浩，我是林浩的小三许思思，我是陈昭的姑姑陈秀兰，我是陈昭的妈妈。收听故事时别忘记点赞订阅支持我们哦，这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接下来跟随我们一起进入本期故事吧。陈昭，我们已经结婚10年了，早就没有新鲜感了，你知道吗？我跟你相处就跟左手摸右手一样，没有一点感觉了，你懂吗？我已经不爱你了。我醒来的时候刚好碰见林浩跟我摊牌，愣了几秒后，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上一世林浩刚跟我提出离婚，我立马就同意了。我自尊心强，脸皮薄，平时又经常自诩是个体面人，不能做那种掉价的事。既然林浩已经提出离婚了，我要是不同意，总觉得自己有点落了下风。所以我提出只要林浩把该给我的东西全都给我，我同意。林浩也很上道，表示我们夫妻一场，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可直到办完手续后，我才知道林浩他不仅早在外边有人了，而且还把我们的婚内财产转移了，甚至和小三一起嘲笑我好应付，头脑简单，他们不过是耍了点小计谋，我立马就上当了。现在重活一世，我决定要紧紧地抓住林浩，毕竟只要再过3个月，他就会嘎。是离婚分走一半财产，还是等林浩死后独享所有财产，这个账我还是会算的。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小三拿着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去肆意挥霍。想到这里，我直接起身甩了林浩一个耳光，干脆利落，在安静的房间内显得格外响亮。不等林浩反应过来，我一把扑了上去。老公，你是不是中邪了？你说啥傻话呢？怎么会突然提离婚呢？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你肯定是想自己面对，害怕牵连我是不是？我就知道我选的男人准没错。你放心，老公，我一定会跟你一起面对，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说完后，我一脸坚定地看着他，主打的就是一个胡说八道。林浩被我的一记耳光打懵逼了，刚反应过来，又听见我说的这些话，脸色瞬间僵住了。但如果这么轻易放弃，那就不是林浩了。他脸色难看，挣脱我的手。陈昭，我看你是误会了，公司没遇到任何问题，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离婚而已。林浩的话一说完，我哇的一声就哭了，顺便把鼻涕眼泪抹了他一身。老公，公司没问题，你咋想的离婚就给我分一套房，把我当傻大春了？你忘记了吗？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你要是婚后提离婚的话，就让你出门被车撞死，下雨被雷劈死。你还说你不是中邪了。老公，你到底是为啥想不开，非要找死呢？林浩显然早就忘记当初的诺言了，这会冷不丁的听我提起，又全是诅咒他的话，脸色更黑了。够了，陈昭，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就算你真的疯了，我也要跟你离婚。我早就受够你了，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又老又丑，在床上跟一个木头人一样，哪里配得上我？你要是还有点自尊，就跟我离婚。林浩这是故意往我心窝子上戳，夫妻10年，就如同我了解他一样，他也知道我的痛处是在哪里。如果换作是以前，我肯定是羞愧到不行，然后第2天一大早就拉着林浩去民政局，免得他再说出什么羞辱人的话，让我难堪。可现在我是谁呀？死过一次的人，我会在乎这些吗？完全没放在心上好吗？我迟疑地开口，可是老公，你每次都只有3分钟，我还没进入状态你就结束了，我实在是没法配合你啊。林浩彻底崩溃了，怒吼一声，够了，陈昭，我跟你离婚离定了。可我不会跟你离婚哟。我冷冷地开口，不仅不会离婚，我还会熬死你，到时候我就是有钱的小富婆了，想想都觉得美死了。
林浩被我的胡搅蛮缠气的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呼哧呼哧的喘气。我没再怕的，直接摔门进屋，锁门一气呵成。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离。我拖死他和他外边的那个小三。每次想到前世小三用着本该属于我的共同财产逍遥快活，我就气得牙根痒痒。林浩不明白为什么一向讲究面子的我变得如此厚脸皮，面对各种侮辱也无动于衷。他当然不知道我是重生的，所以只以为我是贪图房子、车子、票子之类的。他答应给我一半身家，当然是被转移后的一半身家。想想都觉得搞笑。这些年我陪着他从一无所有到小有所成，他赚的是盆满钵满，成功跻身到了中产阶层，就想把我当垃圾一样扔掉。如果他真的跟我说清楚，我还赞他一声坦荡。可他偏偏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我非不让他如愿。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跟我离婚，无非就是外边的那个肚子里有了，想要登堂入室了。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凭什么拱手相让？这些年我跟着林浩吃了不少苦。刚开始他也只是个从农村里来的穷小子，一穷二白，上了几年班后破天荒的想要出来创业。他没有资金，我就把着急的存款全部给了他，又从家里借了30万。刚开始公司里只有几个人，他出去跑业务，我就管内勤。为了他，我把自己的工作都辞了。后来公司慢慢做大了，他说想让我做全职太太，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他的衣食住行哪个不是由我打理的？要是论功行赏，他的功名薄上也该有我的一席之地。可现在他就想给我一套房子，分我几十万，就想把我打发走，那不能够。林浩看我死活不同意，就开始跟我说好话，卖惨。无非就是这些年他多么的不容易，让我可怜可怜他，不要再跟他对着干了。我问他外边是不是有人了，他还不承认，只说跟我过够了。那行，那我就继续不同意。林浩就又开始羞辱我，说我怎么没有情调了，没意思之类的。我还是不为所动。最后他只能恶狠狠地说要去起诉我。原因是他跟我生活的这些年，他一直过得都不快乐，我根本不能理解他，走进他的心里。而且我这么多年也没给他生个一儿半女，是想让他们家绝后。对此我也表示，他爱什么时候起诉就什么时候起诉，我随时奉陪。反正起诉离婚，第一次只要一方不同意，大概率都离不成。第二次起诉，林浩怕是没那个机会了。所以只要我扛住压力，其实就没事。只是我扛得住，但有人扛不住啊。眼看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男人还没跟老婆离婚，哪个小三心里能安生？他先是派出了他妈，也就是我姑陈秀兰来劝说我。招啊，我就说呀，这男人一旦是变心了，哪里还留得住啊？还不如趁着现在对你有几分愧疚，提早分了钱离婚，以后各自嫁娶，谁也不影响谁。姑是过来人，这个道理姑懂。陈秀兰摸着自己的良心，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我却只记得前世刚发现林浩的小三就是他女儿的时候，他的嘴脸。他说我收不住林浩的心，那是我没本事，他女儿肚子争气，所以活该他女儿能过好日子。他让我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林浩面前，免得他女儿看见了心里不爽。丝毫不理，他女儿是我在没离婚的情况下就插入了我的婚姻，甚至肚子里还穿了崽。在他的世界里，反正只要他过得好，是不管什么道德感的。以前看在他是我爸爸的亲妹妹份上，即使他刁钻刻薄一些，我也是对他客客气气的，不会让他把面子掉到地上。找工作的时候，我更是出钱出力。可是谁能知道呢？越是亲戚，就越是看不得你好。想到这里，我也没了什么好脸色。姑，
你是听谁说的我要离婚啊？咱先不说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吧，可你要是坏人姻缘，那可是要遭报应的。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床头打架床尾和。我跟林浩的事，我们俩都说不清楚，何况你一个外人了。姑，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咋老干些不着调的事？他刚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一顿怼，面子上有点搁不住，拉下脸来。陈昭，我是把你当成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话，你也不想想，你跟他耗着能有什么用？到时候该离不还是离，夫妻情分还坏了。可是姑，我故作迷惑，当时姑父外边有了小三，要跟你离婚的时候，为啥你要死要活的就是不肯离，还跟着姑父耗了3年？说别人容易，到等事儿发生到自己身上就难了。还有啊，姑姑，咱们才是一家人，你为啥总是向着林浩说话呀？不会是我眼睛一转，你看上林浩了吧？想着我俩离婚后，你跟林浩结婚？姑，不是我说，你跟林浩年纪差的忒多，就算你愿意，那林浩也不愿意啊，对不？陈秀兰眼看着我说的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过分了，直接气得一巴掌拍到茶几上。陈昭，你太过分了！好歹我也是你的长辈，你编排到我身上来了，你爸妈怎么教育你的？你翅膀硬了，我说的你也不听，我就不在这招人烦了。说完后，陈秀兰直接站了起来，那样子看起来是等着我赔罪呢。可我早就看清她的真面目了，又岂会让她如愿？最后她不高兴地摔摔打打地走了。大姑出师不利，还被我埋汰了一通，回去后就跟我爸妈告状了，说我现在眼睛长到头顶上了，看不起穷亲戚了。我也没惯着她，直接告诉我爸妈，我姑劝我离婚，你们管吗？我爸妈一听，当即就生气了，立马要出门找他去算账。我赶紧给劝住了。爸妈气归气，但是平静下来也发现了问题所在，追问我离婚是咋回事。我也没打算瞒着爸妈，就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当然我没说我重生的事，也没说林浩的小三是许思思的事，我只说我怀疑林浩跟我提离婚是因为外边有女人了。我爸从小就疼我，听了这话，刚刚被熄灭的火一下子又起来。这个王八蛋敢欺负我女儿！昭昭，你别怕，爸爸妈妈永远陪在你身边。听了爸妈这话，我只觉得连日来的阴霾被一扫而空。放心吧，爸妈，我自己能应付得来。妈妈不放心，又问了要不要现在接我回家，免得林浩做出什么对我不好的事。我也拒绝了，并告诉他们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如果我有搞不定的事，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大姑在我这受了气，估计是回去跟许思思告状了，许思思又跟林浩闹了，所以林浩回来后就冲我发脾气了，我直接理都不理他。我现在看他也就是个行走的几千万，他在我这整了个自讨没趣，直接拿了件衣服摔门走了。我可不在乎他在不在，他不在更好，我自己更自在。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所以对于钱这个东西就喜欢攒着，害怕到时候需要钱的时候还需要去求人。但经此一遭，我才发现，女人该花就要花，你不花，也会有别的女人花你的钱，何必呢？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善待自己了，没事就去美容院、健身房，再约朋友喝下午茶，拍点好看的照片，顺便在朋友圈一发。我知道我过得越好，就有人心里越难受。许思思她快坐不住了，每次我发了照片后，她就会下边评论些阴阳怪气的话，比如说我怎么奢侈了，不懂得过日子啦之类的。她眼红了，看着我花钱比杀了她还难受，她估计早就把我的钱当成她自己的了。我也没搭理她，更起劲地凹我富太太的人设，总有一天她会忍不住的。果不其然，
就当我买了个爱马仕，把剁手照发到朋友圈后，许思思终于主动出击。在一个周末的中午，她直接上门了。进来后也没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姐夫最近在跟你闹离婚，对吧？咋了？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知道？还有就是我为什么找你？我捂嘴一笑，当然知道啊，不就是你妈看上了林浩，想找他当老公，替我出局吗？怎么，你也上赶着让林浩当爹呀？许思思被我没影的话气得喘了好几口粗气，勉强镇定下来后开口道：陈昭，你不要胡说，实话告诉你吧，林浩跟我好了，他跟你提离婚也是为了我，我肚子里已经有我们的孩子了，你要是识相，我劝你就赶紧同意，不要到最后面子里子都没了。许思思一边说着，一边摸着自己已经有些显怀的肚子，眼神桀骜，完全没有做小三的羞耻感，隐隐的还有点骄傲的意思在。想想小时候跟在我旁边姐姐长姐姐短的妹妹，现在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因为当时她跟我借钱想要买名牌，我觉得她太虚荣了，没借给她，她就恨上了我。可钱是我的，我借不借都是自由，何况我自己都没啥奢侈品。现在他介入我们的婚姻，一方面是林浩本身就是个烂人，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有许思思报复我的意思。他看着我待在原地不说话的样子，以为我是太震惊了，嗤笑一声：你现在同意，我会好好跟林浩说说，多分你点东西的，要不然……许思思还想继续威胁我，但我已经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了。我一把头发扯乱，一个箭步把门打开，然后跑出去。还有没有天理呀？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直接跑到家里来逼宫来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林浩，你这个王八蛋，现在小三还怀孕了，可让我怎么办呢？因为正是吃饭的时间，所以这回大家基本都在家里。在我刻意的宣传下，八卦的邻居们纷纷围过来问我咋的了。我也没遮羞，把许思思现在怀着孩子过来逼我跟林浩离婚的事全都导了出来。人们看许思思的眼神顿时都不一样了。小年轻的干啥不好，给人当小三，真不要脸。是啊，还抢自己的姐夫，专门盯着自家人，赶紧把他的脸给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免得以后再出去骗人。说话间，已经有人开始拿手机了。许思思这会才反应过来，啊的一声，用包把脸给遮住了，一边尖叫一边从楼道跑出去了。她做梦都没想到，我现在这么能豁得出去。许思思跑了以后，邻居们还在安慰我，无非就是天底下就没有不偷腥的猫儿，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之类的。我表示赞成，并且趁机败坏了一番林浩的名声，收获了一波同情。等人群散去后，我拢了拢乱糟糟的头发，发现许思思给我发的微信：陈昭，你别得意。呵呵，我心想，我也不会让你得意太久的。下午我就把自己剪辑的视频和许思思给我发的微信直接发到了朋友圈和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包括大姑前2天劝我离婚的，还有今天许思思挑衅我的。视频发出去后，顿时引起轰动，我的微信信息就再没停过。有大姑和许思思命令我立马撤回微信的，有朋友们吃瓜看戏的，也有我爸妈的。我挑着几个回了回，然后把手机丢到一边了，贴上面膜，倒上一杯红酒，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只是后边的事情发展有些失去掌控了。最开始是许思思母女发现我根本不搭理他们后，开始在家庭群里疯狂刷表情包，企图把消息顶上去，后来发现没用，亲戚们还是议论纷纷，直接退群了。主打一个眼不见心不烦。再一个就是我爸妈发现苗秀兰母女的真面目后，去找他们理论，结果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慌乱中，我妈把苗秀兰的头打破了，许思思报了警。
最后是林浩发现我在朋友圈发了白天的视频中，直接班都不上了，直接回家找我删视频。我没答应，他就想用武力解决问题，打了我一耳光，我也没忍着，回了他一个更响亮的耳光，顺便给了他一记断子绝孙脚。周围的邻居因为白天刚目测了许思思来我家闹事，以为林浩家暴我，也报了警。于是我们一行人直接在派出所见面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也算是撕破脸了。我爸妈直接宣告跟陈秀兰一家断绝关系了，以后不管是生是死，互不干扰。陈秀兰虽然是我爸的亲妹妹，那我还是我爸的亲闺女呢。纵容自己的女儿抢自己的侄女婿，也算是丑为一桩了。亲戚们也纷纷表示以后会和陈秀兰一家少来往，毕竟这么三观不正的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背后来上一刀。而林浩和许思思这下也算是过了明路了。不管以前林浩怎么否认没有第三者的事，到这个份上，大家眼睛也不是瞎的，他就算是不承认也没办法。索性他们也破罐子破摔，林浩直接搬出去跟许思思同居了。许思思自认为跟我的比拼他占了上风，开始以林太太自居，还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奢侈品的图片，并且还时不时地发表一些毁三观的言论，比如说30岁的女人都是老女人了，不配得到男人的爱，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有的女人啊，赖着不离婚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守活寡罢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直接在他的朋友圈下边评论：你没守活寡，你夜夜做新娘，气得许思思直接把我拉黑了。他的这些行为其实根本都伤害不到我，我也就是当成一个乐呵。换言之，现在谁不把他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呢？也就是他们娘俩脸皮厚，晃个脸皮薄的早就羞愧地躲到地缝里边了。我看得开，是因为我知道故事的最终结局。但爸妈看见他们对我经常挑衅后，不免得心里难受。昭昭，爸爸妈妈不是强迫你，但是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了，林浩那王八蛋铁了心不跟你过了，你还年轻，不能就这么跟他耗着。你要是不甘心，咱们就找了好的律师打官司。爸爸妈妈看你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妈妈是个感性的人，说完这句话差点掉泪了。其实前世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林浩不爱我了，我也没必要跟他耗着。我还年轻，也才30岁，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离开他以后也许还能遇见更好的人。所以想清楚后就跟林浩扯了证。可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如果他真的长命100岁，我肯定早就拿了钱走人。但这种话又不能对我爸妈说，我也只能搪塞说我有我的打算。父母虽然有不理解，但也支持我的决定。我心里默念着，还有1个月，我就需要再等1个月。虽然我自认为已经看清了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但却没想到他们这么无耻。林浩伙同许思思往我身上泼脏水，说他想跟我离婚是因为我在外边乱搞，他实在忍无可忍才提出离婚的，还说家里的一切都是由他奋斗出来的，我啥力都没出，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过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他俩的人品，知道他们是故意败坏我，所以没人搭理他们，他们也就闹腾了2天没信了。一招没成，他们又想出了一招。他俩趁着我出门的时候叫来换锁师傅，把我的锁给换了。我开了半天开不出来，以为是锁坏了。后来经过邻居提醒我才知道，是林浩和许思思搞的鬼。这种小心思虽然对我没啥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恶心人了。我正准备狠狠地反击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的女人找到了我。她说她叫徐瑶，是林浩曾经的女人之一。林浩告诉她自己离婚了，跟她交往了几个月，结果前一段时间刚把她骗到手，
没过几天就把他甩了。他气不过想找林浩算账，却发现他有老婆，根本没离婚。他根本就是一开始就被林浩骗了。他现在就想知道林浩在哪里。面对这种情况，我贴心地告诉了徐瑶林浩的地址，并且告诉了他许思思的存在。现在我有点庆幸林浩跟我提离婚了，要不我也不知道我的绿帽子还要戴多久，会不会有一天传染到什么脏病。许思思以为自己拿捏住了林浩，殊不知他自己也就是林浩混乱后宫中的一员，后续的发展就有点脱轨了。徐瑶从我这里知道林浩的地址后，就去找了他，结果刚好被许思思撞见，被许思思知道林浩还有别的女人。许思思当即就不干了，跟林浩闹了起来。他也不想想，既然林浩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出轨他，为什么就不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出轨别人？难道就他是特殊的吗？林浩也不是什么好玩意，许思思在他眼里也就比外边的那些女人好了一点点，毕竟他肚子里有个孩子。林浩表示以后跟我离婚后跟他结婚可以，但不要想着控制他。他是一个男人，以后的女人只会更多。他不想生这个孩子，他有的是人生。许思思听完后当即就崩溃了，直接跟林浩打了起来。陈秀兰自然是帮着自己的闺蜜。虽然林浩是男人，但这些年早就被烟酒把身体掏空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地，烟灰缸就直接飞到林浩的脑门上，把林浩给干晕了。许思思吓坏了，以为林浩嗝屁了。后来知道林浩只是晕了以后，把林浩送进了医院，结果被医生发现林浩得了胰腺癌晚期。这个时候就轮到我出场了，我以许思思故意伤害林浩为理由，给林浩转院到了一家更权威的医院。林浩醒来后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沉默了很久，最后半信半疑地问我是不是故意骗他。当他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这个时候他也不提跟我离婚的事了，甚至还恶狠狠地说都是因为许思思带给他的霉运。如果不是许思思的那一烟灰缸，他不会晕，也就不会进医院，更不会查出这种病。他把曾经用到我身上的那些肮脏词汇全都用在了许思思身上，还说我才是他的糟糠妻，让我告诉医生一定要好好治疗，他有的是钱，多少钱都治，等治好了他就再也不跟我离婚了，就跟我好好过日子。虽然林浩一直很配合，但结果还是不太好。才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病痛就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他每天都在病房里骂许思思，到后来也开始骂我，反正在他心里做错事的永远是别人。他觉得是我们这些人给他带来的霉运。只是到后来他慢慢的骂不动了，只能躺在床上。虽然我恨他，但是看他受罪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即便知道他最终的结果，但最后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无愧于心的。因为林浩的医院保密，许思思在这段时间一直试图联系我。当然，他并不是关心林浩，而是怕林浩死后他鸡飞蛋打。他现在肚子已经7个月了，想要堕胎都没法堕了。他除了每天换着手机号给我打电话外，就是去我爸妈家里闹，说我爸妈是故意不告诉他林浩在哪个医院。但不管他怎么撒泼打滚，始终都没人告诉他。林浩病后的第3个月，终究还是没扛住病痛。虽然他生前做了许多错事，但人死如灯灭。何况他还给我留下了千万财产。我直接给他选了一块本事最好的墓地，又给他烧了许多的纸钱，希望他在地下能安安生生的。料理完这一切后，我回了家。结果就是这么点背，刚好被许思思堵在了门上。彼时她已经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是顺产，刚生下没多久就又过来找我了。当她看到回家的只有我一个人时，一直往我后边看。林浩呢？死了。
你瞎说，他人呢？真死了，都火化了，变成灰了。你要是想知道，我下次带你去墓地。许思思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凭什么？就凭我是林浩的老婆。许思思瞬间熄火了，但马上她又得意起来。林浩的身家你得分我一半，我女儿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下换我笑了，你女儿跟林浩有什么关系？你有亲子鉴定吗？你不能空口白牙的乱说一通，我就信吧。拿出证据来。证据是永远都不可能有了。显然许思思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她不顾一切地向我扑过来，被我一记耳光打倒在地上，然后又被保安轰了出去。机关算尽，终究是一场空，一切尘埃落定。我得感谢林浩，为我挣了千万身家。他无父无母，无子无亲，所有的财产都归了我一个人。现在的我即使一辈子不工作，我也可以养活自己。公司的分红，房子的租金，只要我不瞎折腾，哪一样都可以保我一世无忧。当然，林浩之前给许思思买的东西我也要拿回来，那可是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置办的。许思思后来又来找过我几次，但每次都被我撵了出去。到后来我也觉得烦了，直接告诉保安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世界终于清静了。后来许思思看确实在我这捞不到好处，也就算是放弃了。她又物色了另外一个男的，但是那个男人也是已婚的。许思思刚勾搭上，就被人家的原配发现了，直接挨了一顿打。她还想找上亲戚朋友帮她出气，但她人品太差，大家都知道她的德性，也没人搭理她。她也只能生生地忍下去。挨了几顿打后，她也就不敢再本事勾搭男人了。她把孩子扔给她妈，直接去了外地。后来听说找了个不知道她底细的外地人，但那外地人对她不咋好，有时候喝醉酒还会打她。她妈年过半百的人，还要一边工作一边替她带孩子，没2年就累得不成人样了。就这她妈还想跟我们家求救，说让我们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帮帮她。毫无意外，直接被我爸妈拒绝了。当初闹得那么难看，现在想起来是亲戚了，晚了。林浩死后，爸妈还操心过我的人生大事，觉得我趁着年轻应该再找一个，免得以后连个孩子都没有，孤孤单单的。但经历过一次背叛后，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已经不热衷了，就随缘吧。反正我现在有钱有闲，干啥不是最好的时间呢？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说出自己的观点，或者投稿自己的故事，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